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内藤一人所著的《世界最先端的研究：教您更厉害的心理学》这本书。这本书汇集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知名大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书中介绍了无法忘记失恋回忆的原因，什么时候应该褒奖，什么时候应该批评，关于护士工作环境中霸凌现象的调查，还有让别人认为你很聪明的具体方法，以及高收入者的共同特征等实用且有趣的研究内容。在今天的视频中，我将给大家介绍这些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研究。首先是第一个研究，无法忘记失恋回忆的原因。哈佛大学进行了一项实验，让参与者回忆他们曾经单恋但最终未果的经历。然后研究人员将参与者分成几组，其中一组被要求在睡前5分钟尽量不去想那个单恋对象，转而思考其他的事情，并将想到的事情记录在日记中。结果，这组有 34.1% 的人梦到了那个单恋对象。另一组被要求在睡前5分钟特意去想那个单恋对象，这组梦到单恋对象的比例是 28.2%。大家可能从自身的经历中也能够知道，当我们刻意不去想某一件事时，反而更容易去想。这在心理学上被称为反弹效应。这个实验正好证明了这一点。您可能会认为单恋对象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存在，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结果。但研究人员对没有恋爱感情的普通对象也进行了同样的实验，结果发现，那些被要求不去想普通对象的参与者也更容易在梦中见到这个对象。这说明，如果我们想从失恋中恢复，与其强迫自己忘记那个人，还不如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人。同样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想集中注意力去工作，但脑海中总是出现各种杂念，与其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杂念，不如先认真面对这些杂念，解决它们之后再投入工作，这样做的效率会更高。总之，刻意强迫自己不去想某件事，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你越是不想去想某件事，这件事反而越会在你脑海中挥之不去。接下来是第二个研究，为了促进成长，应当褒奖还是批评呢？这对于那些在培养孩子或者下属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个实验是由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研究人员向修读初级法语课程和高级法语课程的学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位经常夸奖您的老师和一位严格指导您的老师，你会分别给他们打多少分呢？调查结果显示，初级班的学生倾向于给经常夸奖他们的老师打高分，而高级班的学生则更倾向于给那些能严格指出他们不足之处的老师打高分。这个调查结果大家可能也会有所体会。例如，在补习班中，负责高级班的老师往往会比较严厉，而负责初级班的老师则通常较为和蔼可亲。此外，当我们初次学习某样东西时，希望老师能够耐心地温柔教导，但一旦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和知识后，我们更希望老师能够严格指出我们的不足，以便进一步提升。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教育书籍中提到的以表扬促进成长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孩子、初学者或新员工。然而，对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技能和知识的孩子或下属来说，严格指导比单纯的表扬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可。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根据对方的熟练程度来调整教育方式。这个研究结果提醒我们，根据对方的学习进度和熟练程度来选择不同的教育方法是更有效的策略。接下来是第三个研究，关于护士工作环境中霸凌现象的调查。护士通常会被认为是天使，大家普遍认为他们善良且对患者非常友好。然而，有一项调查结果却颠覆了这一美好的形象。这项调查是由肯特大学进行的。研究人员向1100名医疗工作者询问他们在过去12个月内是否经历过职场霸凌。调查结果显示，有 44% 的护士表示曾经被霸凌过，而有 50% 的护士表示曾经目睹过他人被霸凌。相比之下，
其他的医疗工作者中，有35%的人表示在过去12个月内经历过霸凌。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护士和其他医疗工作者所经历的霸凌内容也有所不同。护士们常常遭受以下几种形式的霸凌：人格侮辱、不愉快的玩笑、故意隐瞒工作所需的信息、被强加无法完成的任务等。这些都是非常阴险的霸凌手段。书中分析了为什么护士工作环境中霸凌现象如此普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工作压力过大，即使那些原本性格温柔、希望帮助他人的护士，在被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时，也会变得焦虑不安，积累的压力难免会向他人发泄。因此，要减少职场霸凌，不仅需要改变个人的意识，更需要改善工作环境。接下来是第4个研究：如何治愈心灵的创伤。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大脑其实是无法区分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的。无论是身体受伤还是心灵受伤，当我们感到疼痛时，大脑中活跃的区域其实是相同的。这非常有趣，对吧？虽然从感觉上来看，身体和心灵的疼痛似乎完全不同，但对于我们的大脑而言，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基于这一点，肯塔基大学进行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们想验证，如果大脑对身体和心理疼痛的处理方式相同的话，那么止痛药是否也能够减轻心理疼痛呢？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让一组参与者在团队作业中故意被忽视，让他们产生心理疼痛感。然后，他们给这些参与者服用一种叫做对乙酰氨基酚及扑热息痛的止痛药，并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扫描他们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止痛药确实减轻了参与者的心理痛苦。尽管这个研究结果非常有趣，但目前仍处于初步阶段，因此建议大家不要因为遇到一点不愉快就随意服用止痛药。接下来是第5个研究：如何让别人觉得你很聪明。戴眼镜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知识渊博的印象，而这也得到了科学研究的支持。这个研究是由维也纳大学进行的。研究人员让同一个人在不戴眼镜、戴有框眼镜和戴无框眼镜3种情况下进行拍照，然后他们请一些20至32岁的男女来评价这些照片。调查结果显示，戴无框眼镜时，人们对其知性和可信度的评价最高。更有趣的是，研究还发现，戴眼镜并不会降低颜值。所以，如果您觉得自己戴眼镜看起来很笨拙，很可能是因为您佩戴的眼镜不适合您的脸型，或者您还不习惯自己戴眼镜的样子。戴眼镜并不会降低您的魅力，而使用无框眼镜还能提升您的知性和可信度。这是一个简单易行且有趣的研究结果，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加以运用。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研究：高收入者的共同特征。这项研究是由那不勒斯大学进行的。研究人员在1980年和1987年2次测量了参与者的自尊水平，并在1988年调查了他们的收入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自尊心高的人比自尊心低的人赚得更多。具体来说，假设测试的参与者有100人，自尊心排名在前50名和后50名的人之间，时薪相差了107美分。自尊心低的人平均时薪为7.81美元，而自尊心高的人平均时薪为8.88美元。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提高收入的关键在于提升我们的自尊心。自尊心高的人往往会更重视自己，因此他们会更加努力地工作，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他们不会在自己的人生中敷衍了事，这可能就是他们收入较高的原因。相反，自尊心低的人可能会觉得为自己努力工作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也不认为自己值得。因此，如果您希望改善自己的未来，请首先学会重视自己，培养自尊心，然后为了真实的自己不断努力，追求更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